超340万人报名，371.8万人通过资格审查。2026年中国国考又一次刷新历史记录，一个岗位7000人抢，一个铁饭碗1000万人挤破头。而那些被称为新时代青年的人，正用自己的脚投出了对这个国家最真实的信任票。他们不再相信市场，不再相信创业，不再相信任何寒窗苦读10年只为逆袭的童话。他们只相信进体制才有命。为什么中国年轻人都想当公务员？因为在这个时代，体制内已经成了最后的避风港。2024年全国平均工资数据显示，体制内人员的平均年薪高达18.3万元，而体制外的民企、个体、自由职业者平均年薪仅为8.2万元，差距足足超过1倍。而更讽刺的是，在过去3年里，体制内的工资涨幅高达23.6%，体制外的人却在通胀、房贷和失业中苦苦挣扎，实际收入不增反降。有媒体甚至直言，在中国，体制内的人活得像人，体制外的人活得像狗。这种割裂不是偶然，而是制度性分化。一个在办公室喝茶看文件的人，拿着稳定的工资、补贴、年终奖；另一个在外面送外卖、跑滴滴、摆地摊，被算法压榨，被房租碾碎。同样是打工人，一个有编制，另一个连尊严都没有。在云南瑞丽，一个名叫国家移民管理局瑞丽遣返中心执行队一级警长及以下13个岗位，仅招1人，却吸引了7591人报名，竞争比高达6225比1。这意味着7590个人的青春和希望都将被一个录取名额碾碎。有人讽刺公务员考试不是选贤任能，而是全国最残酷的抽签游戏。这话一点也不假。北京中国残联教育就业部岗位竞争比高达4508比1。北京税务局延庆区岗位报名人数5537人，广州铁路公安局岗位4938人，济南铁路公安局岗位5670人。整个国家都在上演一场盛大的逃难，逃离市场，逃离风险，逃离生活的不确定。唯一的安全岛是那个被称为编制的庇护所。2026年国考有371.8万人通过资格审查，比去年多出30万人。报名人数连年上涨，从2023年的260万，到2025年的341万，再到今年的371万。一边是报名人数暴涨，一边是录取人数稳定在4万人左右。录取比从70比1上升到98比1。这意味着每98个年轻人中，97个都将被淘汰。这不是热爱公务员事业，这是绝望的选择。当工厂倒闭、平台裁员、房市崩盘、失业率飙升时，年轻人唯一能做的是去挤那道越来越窄的门。他们宁可在体制里混吃等死，也不想在外面拼命活着。广东一直是民营经济的灯塔，如今成了全国考公人数最多的省份，316,361人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连最爱闯、最敢拼的人也在放弃自由市场的幻梦。北京排名第2，229140人。这里是权力的心脏，也是所有人最渴望进入的圣地。哪怕只是一个基层办事员岗位，都能让无数人心甘情愿地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。而海南报名人数最少，22701人。这恰恰印证了另一个现实：那些号称要搞自贸港的地方，连公务员都招不动人。在所有部门中，国税系统依旧独占鳌头，报名人数高达205万人。税务、公安、医保、水利这4大系统是最稳定、最肥沃、最有前途的铁饭碗。税务代表着钱，
公安代表着权，医保代表着资源，水利代表着隐秘的地方基建红利。这些岗位哪怕工资不高，也有人趋之若鹜，因为在中国，权力和安全比金钱更值钱。能进体制的都是命好的人。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比任何鸡汤都更残酷。今年国考还有一个新变化，放宽了报考年龄，从原来的35岁上限放宽到38岁，硕士博士甚至放宽到43岁。这看似人性化，其实是悲哀的，因为这意味着越来越多中年人也在卷入这场求生大战。当一个38岁的父亲，一个博士，一个曾在外企工作10年的白领，都要和22岁的应届生一起抢公务员岗位时，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已经病得不轻。有人调侃，这不是延迟退休，而是延迟绝望。公务员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，连中年人都不敢放手了。再看看体制外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失业青年达2200万人，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一度高达 20.3%。即使统计口径调整后，青年失业率也被国家取消公布，但现实比数据更冰冷。随便走进一条城市街道，你都能看到刚毕业的大学生在送外卖、摆摊、打零工。而体制内的人在干什么？早9晚5、双休、年终奖、住房补贴、医疗报销、带薪休假。哪怕是乡镇公务员，也能拿到1年10几万的综合收入。这场工资割裂，正在变成一场社会割裂。一个是安稳到死的系统，一个是随时崩塌的世界。2026年国考报名结束的那一刻，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话：进体制的是人，在外面的是命。这不是玩笑，这是当代中国最赤裸的现实。10年前的中国青年梦想是创业、出国、搞科技、做博主。10年后的今天，他们只想进编。他们不是想实现自我，他们只是想活下来。这是一个彻底失去信仰的社会。在失业、通缩、债务、裁员、房贷、人口老龄化的多重夹击下，考公已经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一种避难。一个曾经在深圳互联网大厂年薪50万的工程师，被裁员后重新回到家乡备考；一个曾在杭州开店的90后老板，店铺倒闭后也报了省考；甚至有30多岁的留学归国硕士，放下尊严报名乡镇公务员。他们都在说一句话：我不奢望成功了，只想有命。在这个国家，唯一能提供确定性的地方，就是那个叫体制的堡垒。它有稳定的收入、可预期的未来、完备的保障体系。最关键的是，它不倒。2024年，中国民营企业破产数量高达12.3万家，仅浙江省1年注销企业就超过43万户。与此同时，公务员体系扩招比例提升了 9%， 基层编制重新释放岗位约 2.6万个。在经济下行周期中，体制不是救人于水火的希望，而是吸纳社会绝望的蓄水池。35岁的人加入公务员队伍，是国家吸纳中产焦虑的方式。这句话的潜台词是，让失望的人进入体制，把他们的愤怒锁进体制。公务员扩招看似在解决就业，其实在制造更深的分层。一边是体制内的人吃财政饭、拿补贴、住公租房，另一边是体制外的人交社保、交税、养财政。他们互相依存，又互相仇恨。有人在网络上写道：我们在外面养着他们，他们在里面看不起我们。这不是情绪，而是事实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6月，全国财政赤字率达 4.2%，
地方隐性债务超过70万亿，这意味着中国一半的税收都在养体制内的人。当一个国家的资源越来越向编制倾斜，那么体制外的人就注定只能卷生卷死。延迟退休在前，延迟报考在后。放宽年龄上限的背后，是社会对中年失业者的无声安抚。但问题是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考公。公务员公告写得很清楚，身体健康、品行端正、政治立场坚定。这意味着，哪怕一个人工作能力再强，只要不适合体制，也会被无情排除。于是，中年人陷入了新的轮回：进不去体制，带不下社会。他们成了时代的弃儿，没有养老金，没有编制，没有房贷豁免，连再试一次的机会都没有。上岸这2个字是这个时代最具象征性的词，它的含义不是前途，而是逃难成功。在小红书、知乎、抖音上，上岸惊艳国考面试行测申论复盘成了最热门的内容。无数考生在出租屋、咖啡馆、图书馆里复盘行测题，像是在参加一场全国性的信仰仪式。他们复习的不是知识，而是对不确定人生的恐惧。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显示，超过72%的年轻人认为体制内工作更有安全感，仅18%的人认为民营企业有发展前景。这个数字已经彻底宣告了市场信仰的破产。考公热其实是一种社会信号，当一个国家的最优秀人才、最努力的青年、最有创造力的一代，都不再去做科研、创新、创业、发明，而是集体挤进一个封闭的体系时，说明这个国家的上升通道已经被堵死。这不是繁荣，而是停滞的开始。日本的失落30年就是从全民考编开始的。韩国的青年失业潮也是因为体制信仰过热。当所有人都只想稳定，社会的活力就会一点点被掏空。371.8万人报名，4万人录取，这意味着有367万人注定被现实打回原形。他们将回到原来的岗位，回到出租屋，回到裁员的恐惧中，等待下一次报名开始。体制内的人继续稳定，体制外的人继续流血。有人在微博写下这样一句话：考不上公务员，我就不想活了。听起来极端，但却真实地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。当进体制成为人生唯一的希望，这个国家就已经病入膏肓。这届年轻人不是懒，不是躺平，他们只是被现实逼成了体制的信徒。他们不再相信市场能改变命运，不再相信奋斗能带来尊严。他们唯一相信的是那张写着公务员录用通知书的纸。有人说，中国的问题不是没人努力，而是努力的方向被锁死了。是的，2026年的国考不是一次招聘，而是一场集体投降。在无数个夜晚，人们在灯下翻阅申论宝典，幻想自己成为那个上岸的幸运儿，但他们不知道，体制这艘船早已超载，而在它之外，是一个愈发荒凉的中国。